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人啊，身体上面湿气一重，就会变得又虚又懒，而且身体啊还特别容易发胖，体质变弱。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啊，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这个湿气啊，为什么难除呢？因为湿气啊是一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断的产生。湿气啊不仅仅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和节气有关，而且呢还和我们的体质强弱有关。我们如果身体上面的湿气啊不及时的去除，那么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身体上面的健康，不仅仅啊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而且还会使我们整个人变得懒惰、没有精神，身体上面虚弱发胖。其实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这8个祛湿口啊非常的重要，只要把这个8个祛湿口啊打开，那么湿气啊就会从这个祛湿口当中啊排出去，身体上面没有湿气了，就会变得清清爽爽，人啊会变得特别的轻松。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8个祛湿口，让你的身体啊更加的好。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方法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啊，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从上至下依次来讲这8个祛湿大窝。第一个啊，当属我们的腋下。大家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腋下是出汗最多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排湿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同时呢，腋下穿行着大量的这个神经啊、血管，包括里面还有淋巴，所以呢，这个点啊非常重要。现在呢，我们手持2把经络拍啊，利用它的一个拍子的弹性去进行轻轻的击打，每一下2下啊，你看1、2、3、4、5、6、7、8啊，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这个手抬起来啊，把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同时用这个经络拍的这个弹性啊，你看轻轻的击打在上面，就这样啊，反复多次的啊，咱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我们去数拍打个80下到100下啊，就这样去拍。拍起来的时候啊，有一些酸，有一些胀，有些朋友啊，因为长期堵着，所以这里呢拍起来啊，它都会有一些疼。自己呢平常没事啊，也可以在这里啊揉一揉。如果你发现啊这里一摸起来啊特别的疼，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要把我们腋下的这个祛湿口啊及时的疏通。好了，腋下讲完了以后，第2个祛湿口是哪里呢？我们说手肘啊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手肘啊，它也是一个窝，我们称之为肘窝。这个肘窝其实拍打起来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肘肘窝看暴露出来，手肘伸直，用拍子，你看啊，1、2、3、4、5、6、7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像缠腕啊，把这个手腕你看一旋，1、2、3啊，慢动作给大家看，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拍打，很有节奏的。我们甚至啊做的时候，可以为了锻炼我们的腰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你看旋转起来，给大家做个完整的演示啊。1、2、3、4、5、6、7，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下敲的时候啊，都是让我的肘窝完全的暴露，身子呢，你看可以微微的往前倾一些啊，就这样去做，拍打起来啊，酸酸溜溜的啊，非常的舒服啊。这2个大窝你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上身的经络啊也通了，而且手上的一个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好，手上感觉微微的发热，是非常的舒服啊。第2个窝呢，就是我们的肘窝，也建议大家去拍上50下到100下。现在咱们来讲第3个窝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也就是说我们大腿根部，你看腿这样一折，你看这里啊有一个沟，咱们称之为腹股沟。这个腹股沟啊非常的重要啊，跟我们的这个腋窝啊可以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腿脚不好，腿脚气血循环不好，包括着啊它这里啊穿行着很多重要的一些血管，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啊一定要把它拍通啊。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腹股沟啊完全的暴露出来。什么叫完全的暴露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微微的，你看往外顶胯，同时把我们的脚尖，你看往外打开一些啊。你千万不能什么呢？把脚尖并起来啊，然后呢，同时这个腰啊是弓着的。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沟啊给藏起来了。我们怎么把它打开呢？你看脚尖微微朝外，同时膝盖啊对着外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胯部啊往前顶一些啊，然后来看，1、2、3、4、5、6、7。
啊，就这样去拍。这个拍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酸爽的，因为很多人啊长期久坐，导致了身体上面啊气血不循环，最容易堵着的点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啊把它摆好，然后呢胯往前一顶。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去敲打啊，在敲打的时候啊，不仅啊锻炼了我们的手臂，同时啊把腹股沟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膝盖啊、你的脚底啊都会微微的发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通了，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也就好了啊。我们就这样去拍，你看拍的时候啊，你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省力，就是拍子敲击上去以后，你看一绕，你看手这样一绕，绕过来，第2下、第3下、第4下。第5下啊，拍子啊和我们的手去拍有本质性的区别。我们手去拍的话，它只能打到我们的皮，打不到里面深层的肉，开不了经络。但是拍子不一样，它这个做的非常的结实，所以呢，我们拍的时候啊，你看它的这个声音啊和包括这个击打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议大家准备2把拍子啊去做啊，效果更好。好了，最后一个窝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窝啊，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国窝啊，这个点啊，这个点啊，其实有一句话啊，叫做腰背委中求。咱们的国窝啊，也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委中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人啊仔细去摸，它这里啊是凸出来的，有一根大筋在这里，而且呢，长期凸出来就会导致我们的下肢啊它会肿胀。啊，所以呢，我们去做我们国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大家从后背演示一下，这里呢是最难放松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正常用手做啊，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膝盖怎么呢？一打膝盖就弯了啊，容易受伤。同时呢，这个膝在下面，我们自己做也不好做，用这个拍子就非常容易解决了。你看，我们只要站直啊，轻轻松松啊，就把我们的肘窝啊给它拍通了啊。你其实还可以顺带着什么呢？把我们的整个大腿后侧啊，你看拍个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啊，再拍一个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啊，把我们大腿后侧啊也给它拍通，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我们做的时候啊，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是有弹性的，所以呢，去拍的时候呢，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腕，你看这样一抖啊，它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国窝啊给它拍通。啊，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祛湿8窝。每天坚持去训练，其实累积起来啊，不超过10分钟，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干干净净。同时呢，这8个窝打通了，你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也会变得更好，身体啊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一定要准备2把。为什么呢？一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没有办法编排出动作。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咱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更多的动作，从而达到既锻炼了身体，又疏通了经络，让身体啊更好，充分的发挥这个经络拍的一个价值。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天了，咱们很多人啊，应该有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感觉身体上面啊，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慢慢的充满力量了。哎，想着出去啊，踏踏步，走走路，哎，这样的感觉。如果说你到了春天，身上还是感觉懒洋洋的，不想动，这个腿上啊又沉，脚底上面还感觉小冰小凉。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可能就要做这一个动作。这是什么动作呢？就是你帮助你把我们的身体啊转起来，让你的循环代谢啊变得更好的一个动作。这叫做什么？非常简单，叫做跺脚功。这个跺脚功啊，对于咱们腿上沉沉的、重重的，脚底上面还感觉一年四季像放在小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咱们现在啊，话也不多说，直接给大家演示动作。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视频啊收藏下来。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解。那么这个跺脚功呢，顾名思义就是把你的脚往下去跺。但是大家记住啊，不要乱震，不要乱跺。乱跺的话，很容易被你什么反震上来的这些力啊给伤着，特别是咱们腰上面还松松垮垮的，就不太好了。这个跺脚功怎么去做？腹部收紧。先把我们的腹部收紧，哎，腹部一收紧，这里就固住了，看到没有？如果你感觉收不紧，把2个手抱着我们的肚子往上去提，看我的胸部变化。当你手抱着肚子，胸就挺起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然后呢，慢慢的脚抬起来，
抬上去，脚尖向上勾，快速跺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来，1、2。做的时候你一只脚抬起来了，另一个腿的膝盖要保持不要伸直，微微的弯曲，这就做到什么？一个缓冲。咱们如果做连贯起来就是这样，配合呼气往下跺的时候是吐气的。你看，来提，腹部上升，吐，就这样去做啊。如果刚开始练习，你一个手摸着肚子，一个手感觉不稳的扶着墙。然后把腿抬起来，脚尖上勾，身体下落的时候，腿这么一震，这就脚跺下来了。再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身体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咱们就这样跺一跺，你会发现这个跺完以后，跺个10下，跺个20下，这个力量啊会随着你脚底接触地面往上，我们看不见的啊，往上去震动。腹部收紧了以后，它带着。对于我们里面的宝宝啊，这个地方就会减少很多震动，然后力量会顺着你的骨头往上走。这个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松松的啊，骨质松松的，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10下为一组，配合吐气，往上提的时候吸气，往下放的时候吐气。看吸、吐、吸、吐，就这样去做，经常多练一练。整个身体啊感觉不一样，而且做完以后脚底热乎乎的，可舒服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重，胖10斤，人不仅胖，而且人还会发虚。我们说啊，胖分为2种啊，一种呢是正常的胖啊，人就是属于胖的比较结实，通过常规的运动啊，它可以快速的瘦身。还有一种胖啊，就特别的尴尬了，尝试过各种的运动啊，包括节食啊，没想到是越减越胖。这种胖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啊没有去除。同时呢，身体当中啊一些经络还堵着，所以导致了身体当中的一些代谢循环各方面啊能力啊都会非常差，吃一点东西啊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胖。这种时候啊，咱们就要尝试一种全新的减肥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经络拍打操，通过疏通我们身上的经络，让我们的身体啊变成易瘦体质，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这个操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练，目前啊已经有超过500多个人啊都减肥成功了啊！大家注意看一下，最好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随时都能看到。做这个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结实耐用，不仅可以在家瘦身减肥，还能疏通经络，非常的好。好，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叫做通带脉。带脉呢，大家都知道啊，它可以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减肥大关。所以呢，我们把带脉和动作连在一起，就这样，大家看，胯部扭动，用我们的拍子啊去击打我们的带脉，同时另一个手啊就这样去做，啊，手绕过来。这个动作有哪几个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啊，它在扭胯同时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提高整个腹部的代谢啊。很多人朋友肚子大，怎么都减不下来，就做这个动作啊。你做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腰围啊会越来越小啊。咱们就这样走。第二个呢，通过带脉啊打通我们上下的一个通道啊，让我们的全身的代谢循环啊提高啊。这样的话起到一个全身都能瘦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做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慢动作，做的时候可以快点啊。你看就这样。有一个要点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我们拍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小腹啊一定要往内收，就是咱们是收着小腹去进行一个摇动我们的胯部一个拍打啊，小腹一定要内收，就这样去做。每天我们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一定要感觉小腹里面啊微微发热啊，这个后背腰上面有一些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啊叫做踢打3阴交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做的时候啊，最好是一只手臂抬起来，为什么呢？这样呢，在做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手臂上的白白肉啊减少。而且呢，它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哪呢？就是我们足踝啊上方3指啊3阴交。这个3阴交啊非常的重要啊，很多人啊他是由于身体里面的调节能力出了问题，身体啊始终肥胖减不下来。我们通过这个3阴交这个点啊，就可以很好的你看，把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调节问题啊给解决。同时呢，通过这个动作，你看像踢毽子一样的，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又很好的提高了我们的基础代谢，增加了我们全身的一个循环啊。我们每天啊就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100下啊，就做100下就够了啊。
要感觉身上微微出汗啊。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动作做完100下还感觉没什么感觉，你就每天把它做上为100下为一组，做上一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推荐给大家。第3个动作啊是旋转啊通腋下和我们的一个大椎。这个动作有什么说法呢？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排湿口，大椎是什么呢？大椎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去除我们的寒湿，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加在一起，就这样。那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1、2，身体转起来，3，不仅拉伸了，你看一旋转拉伸了我们整个腰腹，同时在拍打的同时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经络我们转过去拍2下。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去做上一个30下为一组，做上一个2组。左右算1下就是你看1算1下再来2非常舒服。很多朋友经常胖，对吧？久坐肩颈不好，你做这个动作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经络操它不仅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减肥，同时在减肥的基础上，还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健康，心肺基础代谢能力气血循环的作用达到一个最佳化所以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每天都练起来。视频的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选择经络拍的时候尽量选择2把。为什么呢？1把经络拍它只能作为被动的敲敲打打，它没有办法主动的编排动作，而2把经络拍就能把这个经络拍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它可以编排出很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我都放在了合集当中，大家可以自由去看一下。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那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那身边有肥胖的朋友始终减不下来的，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一定能帮他解决烦恼。而且你无形当中的一个小举动，也是做了一件善事。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人身上的湿气都非常重。那么湿气重有哪些表现呢？首先，第一个，它会影响到咱们的脾胃脾胃不太好，上厕所不成形。第二个呢，会让我们的身材走形，更多的会常见于，比如说身材发胖这个肥胖还是非常白腻的肥胖最后呢，会影响咱们的精神状态每天就算你睡再多的觉，也是感觉睡不够，或者身上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疲惫，这个都是湿气过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困扰。那么怎么样去排湿呢？其实今天教大家2个位置这2个位置就是我们身上2个排湿口，经常去做就可以很好的排除身体上的湿气。那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就是位于咱们腋下的极泉穴极泉穴怎么去刺激呢？我们这个四指形成一个指刀指刀，然后呢去看垂直的刺入我们的一个这个腋下刺入我们的腋下这样，然后接着怎么做呢？接着我们要把手放下来，放下来以后我给大家演示我就不把手放下来了，手要在里面来回上下的去拨弹，这样呢就可以很深入的刺激到咱们的极泉穴。我们来试一下会很疼点进去，好。上下的波动大家看我手在里面上下的波动。如果你是非常疼痛的，那你一定要下手轻一点下手轻一点。而且这个穴位刺激完以后一般要隔个2到3天再去刺激不能经常去做，不能天天做，一次刺激到位就够了我们点进去，上下的波动上下波动，一般来说我们波动个20下到30下就够了。好，再来下一边，也是手指这个保持住，然后垂直的刺入进去。垂直刺入进，然后进行上下的波动你看我手要放下来的话就是这样，上下的波动非常的疼非常的疼。如果疼就对了，但是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疼痛，千万不要过痛了。过痛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后面呢你摸起来就会疼疼的，一般是2到3天才会好这个都不碍事，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大家请放心。第二个位置是哪里呢？第二个位置就是咱们的腹股沟腹股沟这里呢，也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排湿口，也是一个气血循环的一个总开关。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大伟多次给大家讲过。那首先呢，这个地方行进的一些经络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手在腹股沟进行刺激的时候可以刺激到咱们的胃经、脾经还有肝经。所以说做起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沿着腹股沟进行来回的拨弹，你看就这样搓揉这一条线给大家顺着这个腹股沟这条线去搓揉。那么我们的肝经、
脾经还有胃经啊就得到了刺激，同时呢，也可以把这里的经络啊，还有包括我们气血的开关啊，都给疏通开来啊，非常的好。没事啊，可以做一做。这个位置啊，建议一周可以做一个4次左右啊，也不要做太多啊。我们做下去啊，一定要有酸胀感啊，就这样上下的去拨就可以了啊，一次拨个50下。好，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去拨啊。一定要按下去，一定要按下去啊，按下去去拨动啊，顺着这个腹股沟去拨就行了。其实讲白了就是大腿根嘛，就是给大家去拨啊，拨个50下。好，这2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2个位置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湿气。好，那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啊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好，谢谢大家。